做着自有的模型 D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案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大班近期再版涨价，然后突然没货了的6626 MG 提奥。万代的这一款模型是2010年发售的，定价是12000日元。目前的现货价格比较逆天，大班这个提奥这一次再版好像是168元，从价格上来说和卡莎差不多持平。可惜提奥这一款机体却没有卡莎一样的热度，主要还是模型本身素质对比，提奥真的是充满了年代感和敷衍，甚至对比 HD 提奥 MG 反而没有太多提升。本期视频就来吐槽一下这一款从设计到素质表现都很拉胯的海景房模型。本款模型的盒子也是 MG 的长条标准，正面就是提奥的大图，周围是百事和卡比尼，背面的话是 C 高达和提奥的对决场面，下面还有一些动画场景。本款模型一共是21块板件，并且大多数零件尺寸都很大，看上去量还是挺多的。但是开盒之后，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这盒子有点空啊。纸制品方面包括一本说明书，没有封面，但是有贴纸示意图，标志贴纸一份，然后就是许久未见的刮贴，真的是好久没做过带刮贴的模型了。虽然大班的刮贴也真的不咋地。另外还提供了一个比较厚的硬质贴纸，这玩意儿这2年我们还是比较常见的，没想到这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光束军刀特效件只给了2个，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抠啊。PC 件1板，动力管也是提供了2板，都是软胶零件。然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动力管分件，这个零件真的是很多而且很小，但是万代和大班却并没有用这个零件量来宣传，还是没玩透啊。另外提奥整体没啥别的分色，主要还是骨架和黄色外架。A 板件有一些其他的小分色，零件缩胶和划痕会很明显，并且表面也不太干净。对比 HG 虽然有提供更多的绿色喷口，但是也真的没多几个。黄色零件为浅黄色，并且提奥都是这种圆润的外观，即便是模具很肉，可能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并且黄色零件整体来说会比较油，确实有点类似于土豆子的质感。本款模型的骨架零件都是黑铁色的金属成银色，最明显的缺点就是水纹真的特别多，还有这种类似于原料没搅开的状态。板件细节对比黄色零件相对来说要好上一点点。那么板件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整体的素质表现。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骨架，其实对于这种老模 MG 的骨架，我本来也没想着能要求太多，但是原本提奥背包和后军甲那么大一块，内部却跟个片一样空空如也，而且加上大班零件本身这种材质，加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看着真的好埋汰的状态，只能说这个骨架我真的是一眼都不想看，赶紧给外甲装上吧。本款模型的内容物非常简单，包括提奥的主体、高出力光束步枪、2个光束特效件、支架零件以及希洛克的小人。而且在配件这一点很抠啊 ，HG 都给了4个光束军刀特效件， MG 却只给了2个，多2个会死一样。万代也是，大阪也是，这2个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傻。同时本款模型还会剩余很多动力管分件，甚至其中1板一共也没用几个。由于提奥背部的辅助翼会更高，所以本款模型最高的高度是在 26.5 厘米，如果只算头部高度的话，大概是在25厘米。整体的高度和我这一款加了合金骨架的大班卡莎版莎莎比是差不太多的。不过2013年的卡莎和这一款2010年的提奥对比，在整体的细节表现和造型以及设计上相对来说要更好一些。不过这么对比的话也确实有点欺负人，毕竟设计师的理念不同，卡莎也是走的另外一条路线，而并非还原。所以这里我再放一个2000年发售的 MG 莎莎比就有点对味了。就是不知道各位如今是更喜欢别样的风格，还是近似还原动画的风格，或者说我全都要。本期视频想尝试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是临时想的，所以准备的不是太充分。虽然万代的 MG 提奥被炒的价格非常高，但本质上本款模型的素质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通，而目前 HG 提奥相对来说能便宜一点点，所以本期视频我就借用7-8动漫上收录的 HG 提奥说明书对比 MG 提奥，做一个简单的吐槽对比，算是一期云评测，准备不周还望各位谅解。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正片。如果说提奥是个大土豆的话，那么这个头确实就是个土豆芽，加上本身零件材质偏肉，表面质感还很油，配色还是浅黄色，确实有一种把土豆削了皮然后从水里拿出来的感觉。MG 提奥头部是有骨架的，同时想要活动独眼的部分需要拆除整个头部的尖儿，然后再进行活动。但是老实说，提奥的头对比之下有点太小了，活动不活动意义我感觉都不是特别大，并且眼睛没有贴纸，建议给它补一下。
头部周围的刻线算是一半一半，像这种凸起部分渗线是不太可能了，其他的带有凹槽渗线效果其实还可以。MG TL 的脖子会有一段可动关节，不过只有前后可动，加上上端是球形关节，整个头部的可动性也不咋地，并且头部的外甲和骨架安装也不是特别稳定，容易松脱。而且由于胸部装甲两侧的干涉，头部向两侧看的话，感觉啥也看不到啊，所以TL还在哪里有监视器呀？HG TL 的头部参考说明书也是同样的设计，头部有个类似于骨架的框架结构，然后安装透明件和面夹零件，头顶的土豆芽和前端的黑色零件以及 PC 件和 MG 是完全一样的设计。对比 MG、HG 在头部最大的不同就是眼睛是无法转动的。MG TL 胸部最大的问题还是前后核的这个部分组合度的问题，加上外甲无法完全扣实，零件精度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我这个也算是安不进去了，侧面还是会有缝隙，并且零件多余的部分正好顶在这里，影响最大的就是胸部两侧的炮口无法伸出来。MG TL 胸部引出关节内部是有锁扣的，不容易松脱，并且得益于机设在胸部这里是有个凹槽，也算是给手臂前伸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不过柱形卡损会有些短，把玩也需要注意极限距离。TL梗诞生的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来自这个被 Z 高达创了的驾驶舱，从下端推动驾驶舱的舱门，整个部分就会被推出来，然后再展开上下两个舱门，就可以看到内部的驾驶舱了。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舱门的零件安装会非常松，需要加固。老实讲，2层外甲加2层内构都没挡住 Z 高达的攻击，确实挺牛逼。并且驾驶舱是很深的一个状态，这里给各位拆开看一下内部的结构。驾驶舱的舱门呢也会有一些细节刻画，脚人的细节还是老样的，不过整体的细节也算能看清个大概吧。另外，驾驶舱展开以后，希洛克的脚正好会露在外面。TL最大的特征就是高机动性，为了提升这个大家伙的机动性，在全身各处都有提供喷口，这一点在后来的精神力加骨上感觉会有参考。可以看到这几个部分都有提供喷口，不过在这一点上 HG 和 MG 都没有完全提供喷口内部的绿色内衬。HG 我能理解， MG 再不提供确实真的就没啥意思了。MG TL 的背包被单独拆分出来了，是一个完整的一大块，并且还有内衬零件。这个部分的喷口除了这两个最大的是有绿色内衬，剩下的都没有，并且上方的辅助翼和两侧的散热片左右核都有缝隙，零件精度问题按不进去，只能用胶水进行加固。整个部分直接和背包进行连接就可以了。胸部下端还有一块藏蓝色的零件，和主体是球形关节连接，有一点可动，但是很松。加上背包比较沉，上半身总是会后仰。胸部和胯部是通过了柱形卡榫进行连接，会紧实一点。不过对于TL的可动，我也没奢求有多好。HG TL 在胸部的设计上就会更简单了。对比 MG 没有了驾驶舱，也没有了引出关节，没有背包两个大喷口的内衬分色，除此之外和 MG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 HG 的喷口也全部都是单独分件，并且没有绿色内衬。TL的肩胛也是符合主体的圆柱造型，不过整体的细节刻线会很拉，非常肉，而且很浅，像这种地方一擦就掉。这个部分的喷口也是带有一个单独的可动设计。肩胛下端的零件也是带有可动，并且根部是球形关节，还能够进行旋转。同时这个部分的零件内衬也是处理的比较饱满。大班TL手臂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正常安装的情况下是安装不到位的，实际上这个部分还能再按进去，卡榫没卡上是不行的，容易掉。这里不太好操作，所以我来展示一下我的操作流程。首先保留到当前的状态，拆除上方的一个黑色零件，然后活动 PC 件到垂直状态，再往桌子上给它一怼，用力，听到咔的一声，整个手臂就会被锁定好了。安装进去之后，上臂的平转关节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小松，手臂的刻线相对来说也会好一些，并且小臂的动力管为独立分件，手肘的可动设计很拉，正常曲肘活动接近180度，这个可动角度没有问题。但是手肘后方这两个大洞看的真的是忒难受了，确实是很久没见过这么拉胯的 MG 的结构，没联动就算了，关节填充也没做好。手部提供的是 2.0 时期的拼装可动手，本款模型的可动手无法实现握拳，会卡在这里，并且手掌内部的卡榫完全就是个摆设，无论是光束步枪还是光束军刀都无法握持，非常松。除此之外，手臂配合胸部引出关节的可动设计，整体的效果还可以，可动方面问题不大，但是TL的手臂侧摆关节会偏紧，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前面提到了，这里就小带一下，本款模型的光束步枪尺寸也确实不小，甚至比百视 2.0 的火箭筒还要长一点。动力管的部分也是完全的分件，握把下方这个是弹夹吗？
采用滑槽的结构进行固定，但是固定效果比较一般，非常松，并且这把枪的特点就是在拼装缝隙这里都是提供了这一种比较厚的硬质贴纸。老实说，这种设计确实比较少见，但是这个贴纸真的是用来填补缝隙，还是有别的用途，真的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还有很多缝没有全覆盖。对比之下 ，HG 的光束步枪除了弹夹没做单独的分件，动力管没像 MG 一样是分成了2个零件，没有贴纸之外，其余的是完全一样的。手臂部分的区别会比较大 ，HG 的设计也会更老，是那种比较长的柱形卡榫贯穿手臂，分件对比 MG 也是少了很多，但是整体的分色处理反而没差太多。铁奥的胯部动力管和前端裆部零件安装偏松，建议加固一下。黄色外甲和裆部组件也需要进行加固，后续把玩的过程中，这个部分也很容易掉。铁奥前裙甲和裆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档，并且为了配合内部机械臂，整个裙甲也是往前凸出来了一点，可动角度还好，内衬部分和细节处理也还说得过去。机械臂是通过柱形卡榫进行连接，直接翻折出来就可以了。关节紧实度也不错，并且前端也带有平转关节，能够调整角度。手臂内侧也是红色动力管的零件。爪的部分也可以进行展开，根部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内部的话也有卡榫用来握持武器，不过和手部一样卡不住，卡榫固定会很松，得亏爪子关节紧实度要好一些。同时由于前裙甲的干涉，向两侧摆动的角度几乎是没有的，并且前裙甲根部的球形关节支撑效果也不是太行，摆动了的时候还需要加固一下。侧裙甲是普通的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可动角度和紧实度都算正常。内部安装了2把光束军刀剑柄，不过按照说明书的角度安装的话会卡一下，不知道里边为啥会卡一下。如果反过来安装反而没这个卡，但是这个状态下就会凸出来。后裙甲完全的一大片，喷口也是采用了全分件状态，下端喷口安装会非常紧，并且很难安插到位，建议消除部分卡榫再进行安装。裙甲的内衬和裆部的外甲会比较完整，不过细节也确实会少了一些，并且根部可动紧实度比较一般，没有办法把持住。本款模型的支架连接件直接卡在裆部就行了，固定效果还是没得说。HG 的铁奥参考说明书的话，对比 MG 的胯部也没差多少东西，包括机械臂的可动配置、裙甲的内衬、喷口的分件，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爪子是不能张开的，部分细节和分件也没有 MG 好，加上没有胯部的引出关节。腿部设计算是有点意思，但也仅限于有点。本款模型大腿根部是球形关节，会限制一定的可动，不过在胯部的位置也有提供引出关节，这个部分也是个卡扣，活动会比较紧，活动之后能提升一点腿部的可动角度。大腿和胯部的球形关节连接会比较松，在把玩和站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后仰。MG 在大腿的位置设计了一个联动，但是这个部分的联动甚至感觉和主体的风格会有些割裂。腿部骨架算是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加上动力管都是采用了单独的分件，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脚腕的球形关节在把玩的时候容易松脱，松脱以后再插这2个动力管的话会有点小费劲。腿部前后2个大片装甲都是通过了塑形卡榫加 PC 件进行连接，整体是带有一点的可动幅度，不过比较微弱，并且这个部分比较好的一点处理就是在外甲内侧填充了零件，整体看上去没有那么单薄。膝盖关节也是分成了3段式结构，但是装甲都比较大，可动也算是可有可无。脚腕前端零件也是带有可动的，但是这个地方反而他妈没有内部填充零件，真的是这个懒都偷。铁奥的大脚板让整个模型有了更好的稳定性，前后脚掌都是通过了卡扣进行连接，加上尺寸的问题，整体的可动限制会比较大，太大的造型就不要去想了，不合适。脚掌底部零件都是做了镂空处理，这个部分的着度会比较差。对比之下 ，HG 在脚掌上端的红色是采用了贴纸补色，也是 HG 铁奥唯一的贴纸补色。剩下的腿部结构虽然分件有所简化，不过比如动力管和喷口的分件也是和 MG 同规格的配置，最大的区别还是这前后2个大零件的内衬，以及 MG 在大腿有着完整的骨架内构， HG 是没有的。总的来说，本款模型的素质表现，即便是放在如今的翻模里边也不太行，加上本身 MG 铁奥对比 HG 也确实没什么提升，无非是整体的分件更多，外甲内部提供了框架零件，除此之外就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甚至没提供足够的光束军刀特效件，这一点就很明显，万代当初对于这款模型的发售是多么的敷衍，所以这也可能是多年未再版的缘故，因为即便是放在现在，这玩意儿的定价也是高的，没啥意思。只能说，如果配合 Z 2.0 或者是卡 Z 组一个场景，图便宜整个大班倒是还可以。
但是这整的这一出上架1周直接涨价下架，也不知道是什么套路。其实我个人也是做了很多的高达模型，包括 HG 和 MG， 个人针对铁奥是有一些愚见。MG 和 HG 的区别，我认为并非仅限于比例。HG 可能更偏向基础简单的造型 ，MG 在 HG 的基础上去还原更多动画或者是设定中的设计，但从铁奥身上反而看不到这种提升，甚至大多数的 MG 和 HG 的区别可能也没差那么多。而且就现在而言，技术在进步，审美和设计师也在改变。HG 整体的素质对比老 HG 有着质的飞跃，甚至已经开始实现更多的分色和分件以及尾骨架的提供。而 MG 近几年感觉在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不是说老 MG 就有多么优秀，也不是说非得都做成 2.0 元祖和 2.0 扎古那样的素质。如今除了外观设计可能更符合大众审美，剩下的真就没什么了。我个人参考了近几年的 MG， 对我来说可能只有巴巴托斯的骨架以及 NT 高达实现双形态的替换让我眼前一亮，剩下的模型我甚至都感觉在凑数和敷衍。总之时代是在进步的，曾经的精品放在当年会是一个重量级的东西，但是放在当下也就是现代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惊艳了。回到这一款模型上，如果铁奥能对得上你的胃口，并且想整一个，我倒是感觉没必要去整万代 MG 不值当，或者整个 HG 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本期的 C 狗魔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